小花告诉我，她在后背上纹了一朵玫瑰，只有和她结婚的人才能看见她绽放。可婚后，她却总是拒绝。于是，为了得到她的真心，我包下了所有家务，更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就连查出了癌症，都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去做的化疗。直到我死后的第3天，尸体才被邻居发现。而那个时候，姜思正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，对着全世界说：“我的丈夫是家里安排的，我们之间谈不上爱情。”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我们结婚的第3年。这辈子我要为自己而活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去。你怎么来了？饭呢？以后不送饭了，你自己在食堂吃吧。为什么？食堂的饭菜不合我胃口，你知道的。你的事，以后你自己操心。陆深，你站住！陆深同志，你已经22岁了。结婚3年了，你确定要参加高考？确定。高考停了10几年，今年才恢复，报名的都是些17、18岁的小年轻。你这个年纪又有家庭，能静下心来看书吗？老师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家庭的事我会处理好。填吧。清北中文系，志向不小啊。行了，回去等通知吧。谢谢老师。第一步走完了。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前阵子有点忙。忙些什么？你看这些干什么？看书，学习。你学这些有什么用？家里的事还不够你忙的。这1个星期你都没给我送饭，晚上也不等我，你是不是在闹情绪？没有闹情绪，只是觉得有些事该改变了。陆深这孩子难得闹一回脾气，肯定是心里受了委屈了。前几天是这孩子的生日，他张罗了一桌子菜，一直等到大半夜，姜教授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换了谁心里不凉啊？我从来不给别人过生日的，有那个时间我都能做完一组数据比对了。单位发的2张电影票，我带你去看。明天开始，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我要睡了。把衣服换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上一世这样的场景我经历了无数次，他说出口的决定，我能做的只有服从。我说了不去，可这一次，陆深，你疯了！你不去也得去。这个数据还是不对。看路。我知道。小心！果然是这样，在他心里，那些数据永远比我重要。同志，你醒了。姜教授走时交代，他有紧急实验，让您照顾好自己。医药费已经交过了，饭票在床头柜，食堂在1楼。上一世不也是这样吗？我出车祸，他去做他的实验；我上手术台，他去开他的会；我给我爸妈上坟，他去领他的奖。他那个世界太大了，大到能把整个宇宙都装进去，而我的世界小到就只能装得下一个他。对了，有您一封信，放床头柜了。
成功了，我终于考上了。慢点喝，小心烫。我炖了2个小时呢。就你事儿多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，那也得补补。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。陆同志，你爱人这2天怎么没来？他忙，再忙也不能不顾家呀。你看看隔壁，个人有个人的命啊。一共48块6毛。同志，买这么多是要出远门啊？去京师京市？去干什么？念书。了不起，这个年纪还能考上大学，不容易。谢谢。师姐，这个数据我想再跟你碰碰，顺便请你吃饭，谢谢你。姐夫，真巧啊。姐夫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就好，我请师姐吃饭，你可别多想啊。我没误会，你们吃你们的，我点我的。手有没有烫到？搞科研的人手最要紧。没事，师姐，就烫到一点皮。还好还好，我去给你买药。老家，能借我点烫伤药吗？心里头不好受吧？师姐刚才拿你的身子来替我挡那碗汤，到最后你被烫成了这个样子，她却跟没看见一样。陆深，我是真想不明白。那你呢？你明知道他心里头也没你，你又干嘛要一个劲儿的往上贴？是啊，师姐心里是没我，她心里头怕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人。可跟你比起来，她更看重的还是我，因为我能帮着她搞研究，能和她一块聊聊薛定谔方程、量子力学。你呢？你除了会洗2件衣裳、做2顿饭，你还会点什么？你压根就配不上她。你可别傻乎乎的觉着师姐不跟你离婚，那就是心里头有你。她之所以不离婚，无非是因为她身边需要一个保姆，需要一个搞后勤的人，而你正好把这事儿干得不错。说完了。自己涂一下，回去再用冰封一冰。谢谢师姐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姐夫他……你去哪儿？回家。饭还没吃。不吃了。上一世，我以为只要我付出的够多，他总有一天会看见。可这一世我才明白，有些人的眼睛里永远不会有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看。快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姐夫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拿这个干什么？疯了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陆深要烧研究所里的材料了！陆深，我先前把你推到石磊面前去挡那碗汤，那是因为他是搞科研的人，他的手不能出一点问题。我原本以为这点大局观你应该还是有的，就算你心里头有气，那也该冲着我来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会恶毒到去烧那些研究资料。我没有，是石磊自己烧的。没有，石磊亲眼看见的，他看见你们吵架，然后你就把那袋子给点了。陆深，我以前只觉得你是见识短，没什么文化，可我真没想到你的心思居然还这么歹毒，自己干的事不认，还要反过来往石磊身上泼脏水。任何一个正正经经搞科研的人，都会把研究数据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成天到晚心里头就只有那点争风吃醋的事儿？江教授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所有证据
都指向陆深同志。按规定，故意损坏重要科研数据要拘留7天。您看，拘留所里的条件他受不住。江教授，您可是国家顶尖的科研人员。不用再说了，我去。江慈，你为什么要替我去受这个罪？你不是觉得我很讨厌、很恶毒吗？你不能出事，换了别人，干活的仔细程度怕是达不到我的要求。眼下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也就只有你还能做得让人放心。所以你得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接着把你分内该做的事情做好。这几天你就好好歇着吧。江慈，要是哪天真出现了一个比我更会伺候人、更能任劳任怨的男人，你是不是就会把我给换了？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选，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。好好歇着。没想到啊，你在师姐心里头居然占了这么要紧的位置。她宁可自己进拘留所，也舍不得让你进去受罪。你笑什么？陆深，我告诉你，师姐这回遭的罪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既然师姐舍不得动你，那就由我来替她动这个手。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啊！就是这个男的，就是他，故意放火烧了研究院重要的科研资料，害得江教授，就是咱们国家最年轻的那个科学家，替他进拘留所受罚去了。什么？烧科研资料？那不是搞破坏吗？太不是东西了！人家江教授为了搞科研，饭也顾不上吃，觉也顾不上睡，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。是啊，江教授太不容易了。可这个男的，就因为他自己那点争风吃醋的破事儿，一把火把人家好几年的心血全烧了。现在江教授替他受罚，他倒好，还有脸躺在医院里。真不是东西！打死你这个禽兽！疼，是真的疼，可更疼的是心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张张愤怒的陌生的脸，忽然就想起了上一世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是怎么死的，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是谁，我只是江慈的丈夫，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。肋骨断了2根，往后只要碰上阴天下雨，就由你受的了。石磊同志，聚众故意伤人，请组织上严肃处理。我们会去核实的。是你让组织把石磊送去劳改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他可是搞科研的好苗子，他那一双手很要紧，他的脑子更要紧。你现在把他送去劳改，就等于把他往后的路全给毁了。江慈，你就只看见他被送去劳改，你有没有睁眼看看他是怎么对我的？他当着大街上那么多人的面，把我从医院拽出去，煽动那些人污蔑我，打我，打得我肋骨断了2根，内脏出了血，差一点就把命丢了。他难道不该为他做的事受点惩罚吗？他这个人是性子急了点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可难道你就不能用一个更妥当的方式来处理吗？你可以向组织反映，可以批评教育，可以给内部处分，可你偏偏选了这么一种报复的手段。报复？你觉得我这是报复？难道不是吗？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存心报复他。反正事情我已经做了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杀了我替他出气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这东西对你很重要，所以陆深，
下回你要是再敢伤害我们搞科研的人，或者再敢破坏研究数据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他给摔了。青瓷，你敢？你把镯子还给我！江教授，研究所那边有急事找您。哎，来了，药膏你自己涂吧，往后别再这么闹了。小慈啊，陆深，你们结婚也有好几年了吧？夫妻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，家里添个孩子也能让家安定下来。我跟你妈岁数也大了，没别的盼头，就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孙子孙女。你们是不是也该把这事儿考虑考虑了？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正是项目攻关最要紧时候，要孩子会分走我很大一部分精力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工作再忙，日子也得往下过呀。这个家你也总得顾一顾吧。陆深，你呢？你喜欢孩子吗？妈，我也不喜欢，这事先不用着急。你刚才说你也不喜欢孩子，这话是打心里说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心里话，只不过我是不想跟你生罢了。陆深同志，您申请的离婚手续已经走完了，离婚证也做好了。您看今天方便的话，带上户口本和相关证明过来取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结束了。给孩子垫垫吧。大兄弟，你一个人上北京啊？是去走亲戚还是找活干？去念书。这年头一个人出门念书可不多见。考上了哪个学校？清北大学，中文系。清北大学？哎呦喂，这可了不得！大兄弟，你可太有出息了。1983年9月3日，我的新生。这又是要闹哪一出？又来了。比起陆深包的，差远了。搞研究的人最需要清醒的脑子和旺盛的精力，他从不允许自己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情绪和失眠上。可今晚，他破例了。这里才是他的地盘，他的王国。在这里，他是能掌控一切的。他竟然对着一片空白的本子发了一整晚的呆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没关系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他这么闹脾气跑出去，不过就是想让我注意到他，想让我先低头罢了。他太了解陆深了，一个只有高中文化、打小没离开过这座小城的人，他能跑到哪里去？对，就该这样，一切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道上。哟，江教授，您今儿个脸色看着不太好，昨晚上没休息好。没事儿，实验数据出来了吗？还没呢，王工说估摸着得下午了。江教授，您今儿个这件衣服好像没熨平啊。哦，对了，您上回要的去年第3季度的对比数据，我给您搁桌上了。不过好像不是您平时整理的那个格式。
以上就是这个季度的报告。往常开会，陆深总会给他泡好一杯养胃的茶，温度刚刚好。可这回他摸了个空，手碰到的是冰凉的印着单位名字的白瓷缸子。往常这个点，陆深总会轻手轻脚走进来，给他放下一杯温热的牛奶或一碗简单的夜宵，然后又悄悄退出去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窗外的黑夜和屋子里让人透不过气的安静。找别人这3个字，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。江教授，您找我。小刘，你跑一趟，去这个地址看看他回去了没有。要是回去了，问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。好。江教授，我去问了，陆深同志老家那边的人说他没回去，他爹还拉着我问了半天，说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他还问什么了？就一个劲儿问陆深是不是在外头出事了，挺担心的。我说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所里有点事儿想找他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忙吧。没回老家，那他能去哪里？朋友家。自从结婚以后，他的日子就围着我和这个家打转。他能有什么朋友？兴许是去了哪个远房亲戚家，要不就是找了招待所住下，故意跟我怄气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日子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回到正轨，反而越来越乱。小江啊，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，家里也要顾一顾。今天開始新出發，過了吧，忘記了嗎？窗紗邊餐台的對答。喂，您好，清北大學招生辦。您好，我想跟您打听个人。今年这批新生里有没有一位叫陆深的考生？男的，22岁。哦，您问的是陆深同学啊？有的有的，他考得可真好呢，是你们那个省的文科第3名。陆深偷偷去参加了高考，考了全省文科第3名。他一直以为只是个家庭主妇的男人。喂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把未来的路全部铺好了。进来，小慈啊，这个点你不是该在实验室吗？数据出来了？还没。到底怎么了？所长，我想跟您请3天假。请假？小慈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现在项目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1分1秒都耽误不起。你是核心人物，你走了进度全得停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就3天。是我自己的一点私事，非去处理不可。私事？什么了不得的私事能比研究项目要紧？小慈，你不是分不清轻重的人。是我丈夫的事，他走了，去了清北，我必须去找他。小慈，夫妻俩过日子哪有锅沿不碰勺的，吵架拌嘴常有的事儿。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手头项目拿下来，等这个阶段过去，我亲自批你的假，你再去把人接回来，好好哄哄。不行，就3天，我必须去。小慈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这个项目我想得很清楚了，3天以后我准回来。真要耽误了什么，所有责任我一个人全担着。去吧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谢谢所长。报申湖北大学一则老师您好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位新同学，名字叫陆深，男的，22岁，今年刚录取。我是他爱人，找他有点事儿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住在哪个宿舍？陆深同学当时登记时填的是离异，独自在京，他没住学校，自己在外头租房子居住，具体居住位置我们不便随意透露。老师，我确实是他亲近之人，您请看，这是我们的相关证明。这上面确实是你们俩，
可陆同学登记表上填的确实是离异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问问陆深同学，看他愿不愿见你。要是他愿意，我再给你们安排。你先留个联系方式，或者明天这个点再过来一趟。好，那我明天再过来，麻烦您了。姐姐，喝水吗？谢谢。进来。陆深同学来了，在里头小会议室等你。不过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可别在学校里起冲突。谢谢你。跟我回去。江教授，我凭什么要跟你回去？别闹了，家里需要你。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跟我说，生活费或者比现在更好的条件，咱们都可以坐下来谈。我想要你离我远一点，这个也能答应吗？陆深，你适可而止。你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人，跑到这儿来念什么书？你觉得你能跟得上吗？别再做这些不切实际的梦了，到最后你还得回到那个家里去，那才是你该走的路。别在这儿白白耽误自己的功夫，也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。我高考成绩全省文科第3名，另外，我念不念书，跟不跟得上，都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们俩已经离婚了。你什么时候申请的离婚？我没有同意离婚，谁准许你离婚的？从法律上来讲，这事儿用不着你点头，只要一方坚持，法院可以判强制离婚。江教授，请你自重。你是我男人，我凭什么要自重？陆深，我今天把话给你撂这儿，只要我没点头，你就永远是我江慈的丈夫。那张破纸，他说了不算。陆深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老师，我们自己谈。我们俩两清了。从你为了那点数据，头也不回地把我扔在水里的那一刻起，从你一次又一次选择你的实验放弃我的那一刻起，从你因为石磊一句话就认定我恶毒的那一刻起，从你把我妈留给我的镯子狠狠摔在地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已经彻底完了。我不恨你了，可我也不爱你了。爱这个东西是会耗光的，没了就是没了。我是国家物理研究所的。那天的事，我需要你说实话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说了，不会牵连到你。是那位男同志，就是后来被烫伤的那个。他给了我5块，让我假装脚底下绊一下，然后把那碗汤往他身上泼。他说就是开个玩笑，吓唬吓唬他姐夫，不会真烫着的。我家里头实在困难，孩子上学等着用钱。那烧资料的事儿呢？也是他干的？是他自己从口袋里掏出火柴，把文件点着了，然后塞到您爱人手里，自己往后倒，还扯着嗓子喊救命，我当时都吓傻了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说是实话？我不敢啊。他说他是科学家，是您师弟，我这种人哪得罪得起？而且后来您也信了他的话，我怕就算我说了也没人信，反倒给自己招祸。对，是有这么个男同志来过，大概1个礼拜前上我这儿买过那种药。我当时还问他买这玩意儿干啥用，他说是给他爱人用的，想增进2口子感情。我还提醒他这药有副作用，不能瞎用。他说他知道，就买了那么1小包。他说是给他爱人用的。对，是这么说的。师姐，累了吧？喝口水。我就只喝了那1杯水。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。石磊被停职接受调查，处理结果很快下来，开除公职，档案记大过，
一辈子抹不掉的污点。研究所内部全所通报。各位同志，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，我江慈在这里郑重地向大家，也通过大家向所有关心这件事的同志们公开道歉，为我因为个人感情用事，偏听偏信，分不清是非黑白，对我前夫陆深同志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污蔑，表示我最沉痛的歉意和忏悔。是我的盲目和自以为是导致了今天这一切，我愧对研究院的信任，愧对同志们的期望，更愧对他。这件事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和责任，全由我一个人承担。对不起。那个永远高高在上、冷静理性，好像从来不会出错的江教授，那个研究院费尽心血培养的科研天才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说出这么郑重其事的道歉。师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回行不行？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石磊，你不配提这2个字。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信了你的谎言，也不是冤枉了他，而是我竟然放任你这种人打着搞科研的名义接近我，把我最看重的领域都玷污了，还差一点把他毁了。你不配，你伤他的，我要用你这被毁掉的一辈子来还，这样才算公平。又请假，小慈，上回你为私事请假，项目进度已经受影响，现在正是最要紧的时候，好几个关键数据等你复核，你这个时候再走，我不同意。我必须去。那也不急在这一时，等项目结束，我批你长假，爱去多久去多久，但现在不行。所长，这个项目您换人做吧。你说什么？江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话吗？这个项目倾注了你多少心血，你说换人啊？我知道，现在我的心静不下来。江慈，你糊涂啊！研究院培养你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你为儿女情长要死要活的。对不起，所長，我必須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江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俩好好谈谈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请你离开。陆深，是我错了，所有事情我都查清楚了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混蛋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就一次，我拿命跟你发誓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爱你，陆深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江慈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你只是习惯了有个人对你好，现在那个人走了，你不习惯了，所以你难受，你痛苦，你以为这就是爱，不是的，这只是自私和迟来的不甘心。你放手，麻烦你去叫一下保安。哦，好的。这位同志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影响学校正常秩序。陆深，陆深，不准再进来一步。同志，你干什么？快躺下！你还在发高烧。我要去找他。谁在等着你啊？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。高烧40度，再晚送来一会儿就烧成肺炎了。给他加一针镇静剂。你来了。医生给我打了电话。陆深，我查清楚了，所有事情都查清楚了，是石磊，是他陷害你，那个汤，那个数据都是他干的。我已经让所里处理他了，开除公职，档案记过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
我一直知道。你一直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解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今天開始伸出發解释了你会信吗？我錯了，陸深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你給我一次機會，就一次。江慈，不是每一次錯誤都有彌補的機會，有些東西碎了就是碎了。那你就殺了我吧，你乾脆殺了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不恨你，江慈，可我也不會再愛你了。你好好養病，回研究所去做你的實驗，那才是你該走的路。陸深，我會一直等，等到你原諒我為止，就算等一輩子我也等。別等了，不應該是這樣。人是回來了，可魂好像沒有跟着回來。江教授最近怎麼了？像換了個人似的。聽說離婚了。離婚？跟她那個丈夫？可不是，聽說鬧得挺厲害。今天開始伸出發忘了吧，忘記了嗎？窗紗邊餐台。陆深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这道题，我认为有3種解法。今天開始伸出發陸深，你這篇散文發在校刊上了，我看了，寫得真好。謝謝。你以後想當作家？想寫東西，想把那些值得被記住的人和事寫下來。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了青年作家陸深老師。陸深老師的散文集《歸途》剛剛獲得了本年度的文學大獎，銷量突破10萬。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陸深老師分享他的創作心得。謝謝大家。我今天想分享的不是寫作技巧，而是一個人怎麼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光。我曾經以為愛一個人就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，以為只要時間奉獻的足夠多，就能換來同樣的真心。可後來我才明白不是的，一個人首先得是自己，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個體。你得先找到自己，站穩了才有能力去愛別人，否則所有的付出和犧牲，到最後都可能變成一場丟失自我的悲劇。同志，想看什麼書？那本陸深的。你也喜歡陸深老師啊？他的書賣得可好了，剛補貨沒幾天又快賣完了。這樣就挺好的。他還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光芒萬丈的，我也就好了。有請本屆國際文學終身成就獎得主陸深先生。感謝評委，感謝所有支持我的讀者。我的獲獎堪言只有一句話：感謝我自己，沒有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放棄自己。陸老師，能問您一個問題嗎？問吧。您寫的那些作品裡，很多都涉及婚姻、犧牲、自我救贖這些主題，這些跟您本人的經歷有關嗎？陸老，您的新作主角是否有生活中的原型？作家筆下的人物，往往是生活中許多觀察和思考的集合體。藝術來源於生活，又高於生活。至於具體有沒有關係，就讓作品自己說話吧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頒獎典禮，所以有點緊張。這是我第一次織，可能有點醜。流過了吧，忘記了嗎？窗紗。
爷爷，您爱过吗？爱过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后来我就更爱我自己了。江老师，要不要喝水？陆深，下辈子如果还能遇见，换我来爱你，好好的爱你，还是别再遇见了，你好好过吧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读者。爷爷，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呀？写的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故事。好看吗？对，那个故事里的人很好看，因为他终于学会了怎么让自己快乐。